你真好，如果你是我妈妈就好了。晴晴，别乱叫，叶阿姨是有家庭的人，怎么能当你妈妈呢？哎呀，这有什么？晴晴，以后没人的时候就叫我妈妈吧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妈妈。月月，不哭了啊！爸爸跟你保证，将来爸爸一定再给你找一个更好的妈妈，好吗？好，爸爸，我跟你走，月月再也不要这个妈妈了。月月，你说什么？顾思觉同志，你确定要申请跟叶厂长的强制离婚？我确定。顾思觉同志，离婚可不是小事。你是跟叶厂长感情不和，还是夫妻之间有矛盾？要是有矛盾的话，组织是可以从中调和的。是什么？调和？上辈子我用了整整一生才看清楚叶诗妍这个女人的虚伪，如今重活一世，我绝不会再重蹈覆辙。同志，我不用接受调和，我只想尽快离婚。离婚手续办下来需要1个月的时间，那你先回去等着吧。谢谢。重回与叶诗妍结婚的第7年，我选择结束这段婚姻。人不会突然选择离开，除非他攒够了失望。思觉，你家叶厂长又来信了，这都是第29封了吧？叶厂长对你可真痴情，去外地考察这3个月，情书是一沓一沓的寄，整个厂子里啊，谁不羡慕你们小两口恩爱呀？谢谢啊，王婶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爸爸，月月，哟，思觉哥，回来了呀？这算日子，诗妍今天也该回来了吧？思觉哥，我今天又收到诗妍给我寄的30块钱津贴了。你说他这出去考察也不嫌麻烦，天天给你寄情书，给我寄津贴，你说是不？多好笑啊！上辈子也是这样，叶诗妍把虚伪的爱给了我，却把所有关心和钱都给了她好姐妹的丈夫骆云池。我和叶诗妍从小青梅竹马长大，曾发誓会对彼此忠贞不渝。思觉，我叶诗妍发誓，这辈子绝对不会辜负你。哈！可这一切却在叶诗妍的好姐妹离世那刻突然变了。云池，我跟微微生前亲如姐妹，现在她离开了，我答应过她会好好照顾你和晴晴，我会对你们负责到底的。是呀，我如果没有你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从那天开始，叶诗妍每个月工资30块，一分不少的全进了骆云池的口袋。他们父女顿顿吃肉，而我和女儿却只能吃糠咽菜。甚至后来，叶诗妍调任到京城当厂长，跟着她一起去的还是骆云池父女。思觉，怎么了，诗妍？思觉，这次调任到京城，厂里只允许带2个家属名额，
云池家生活条件不如咱们，把他们父女俩留在这我不放心。我先把他们带过去，等在京城安顿好了，我再回来接你们。去了京城以后，他照旧给我写信，字字句句都是对我的爱与思念，却从没寄回过1分钱，也没提过接我们过去。直到月月得了重病，我带着女儿一路乞讨来到京城。好吧，姐姐。月月却看到他们一家光鲜亮丽的从车上下来。誓言，誓言，哪来的臭乞丐？滚远点，别惊扰了叶厂长一家。爸爸，一家人，原来你们早就成为一家人了。最终，我和月月都冻死在了那个寒冷的夜晚。爸爸，你怎么哭了？月月，爸爸问你，如果妈妈和爸爸离婚了，你愿意跟爸爸走吗？如果妈妈和爸爸离婚了，你愿意跟爸爸走吗？为什么妈妈不要妈妈了吗？爸爸不要离开妈妈好不好？妈妈是爱我们的，只是再来一个。这包子真好吃。好吃多吃点。就连月月这么小，都已经察觉到叶诗妍身为母亲对待2个孩子的区别。可笑的是，叶诗妍却仍不自知。叶诗妍，你根本不配做月月的母亲。月月，爸爸跟月月打个赌好吗？等会儿妈妈回家了，如果她先去看骆叔叔一家，就证明他们对妈妈来说才是最重要的人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就跟爸爸走，爸爸再给你找一个更好的妈妈。如果妈妈先回咱们自己家了，爸爸和妈妈就不离婚了，好吗？好。来，月月，这么久没见了，想妈妈没？怎么了？是不是妈妈出差太久了，你受妈妈的气了？妈妈明天带你去吃好吃的，当做补偿，好不好？妈妈，你说给我带的脱产带了吗？哦，妈妈这次拿到的粮票有限，这次就先给晴晴了。等下次妈妈一定给你带，好不好？那水果头呢？晴晴爱吃甜的，妈妈也都给她了。妈妈这还有块奶糖，虽然有点化了，你先拿去吃，等过段时间妈妈再买给你，好不好？叶诗妍，身为月月的母亲，你却把所有的好东西都给了别人家的孩子，你心中还有月月的存在吗？思觉，我们都这么长时间没见了，你看到我回来，怎么一脸愁眉苦脸不说话呀？因为我对你早已无话可说。你看，你这衣服一直穿，烂了就补，补了又烂的。等下个月布票发了，我给你做几件新衣服去。你们晚饭怎么就吃这个？家里的粮票早就用完了。我回来的时候不是刚……啊，
我明天再去供销社买些面粉回来。叶时言，这样的话我已经听过太多次了。可最后，新衣服总会穿在骆云池的身上，面粉总会出现在骆云池的灶台上，就像上辈子你总说带我们去京城，可最后带走的却是骆云池父女一样。时言，云池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那个晴晴她冻得睡不着，我想和你们借床被子，可以吗？你怎么不早说？晴晴可不能冻着。不行，叶时言，家里的厚棉被只剩一床了。月月昨天晚上也咳嗽了，必须留给她盖。思觉，你别这么小气好不好？月月她从小身子就好，哪像晴晴从小身子就弱，她更需要这双厚被子。云池，这双厚被子你们先拿去盖。叶时言，谢谢你，这可是我们结婚买的被子，你竟然都舍得拿出去送人。等一下，云池，我还是有些不放心晴晴，我跟你一块过去看看。思觉，我一会儿就回来，快走吧。月月，还冷啊，你坚持一下。月月，这样你有没有感觉好一点啊？啊，月月，月月，月月，你怎么了？月月，叶时言，月月发烧了，快开车送她去医院。叶时言，叶时言，叶时言，别喊了，思觉！我刚才收拾东西，看见叶厂长送云池和青青去医院了。青青也发高烧了，哭得可厉害了。叶时言，自己的女儿发烧，你却开车带着别人家的孩子去医院，你果然一如既往的令人失望。月月，你别怕，爸爸现在带你去医院。医生，我女儿发烧了，我求你快救救她好吗？怎么这么烫？得赶紧输液才行！快，带她去那个病房。来，慢点。哎，同志，怎么就你一位家属？孩子的妈妈呢？妈妈，快交医药费吧。时言，这次又让你破费了。之前我们的事儿已经够让你麻烦了，这次晴晴生病，你不仅整夜陪着她，还让人安排给了她最好的病房，还垫付了全部的医药费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我答应过微微会好好照顾你们父女的。再说了，晴晴好歹叫我声妈妈，我这么做都是应该的。同志，同志。孩子妈妈有事不在，医药费一共多少钱啊？住院加输液一共2块，2块钱。医生，这枚金戒指能当医药费吗？
思觉，你们去哪了？我回来发现你们都不在，吓死我了。昨晚月月发烧，送她去医院了。月月发烧了，你怎么都不告诉我？我告诉你，我找到的你人吗？我不知道月月生病了，当时晴晴情况危急，我只能先陪着她。够了！每次都是晴晴，她难道自己没有亲人吗？需要你来陪护？叶诗言，你到底还记不记得月月才是你的亲生女儿？思觉，我当然记得，月月才是我的亲生女儿啊！你记得？月月几岁了？你知道吗？她上次发烧是什么时候？她爱吃什么？你还记得吗？月月，妈妈，思觉，月月，对不起，是妈妈不好，你不要生妈妈的气了，好不好？月月，你不是一直想去妈妈工作的地方玩吗？妈妈今天就带你去那里玩，好不好？真的吗？妈妈真的带我去吗？当然是真的，妈妈保证今天只陪你。阿姨，你们是不是要去城里玩？我要去。秦江，干什么呀？叶阿姨是要带妹妹去，你去干什么呀？不能，我就要去。叶阿姨上次答应过我的，我就要去。听话。思觉，要不我们就带上云池和晴晴吧。你决定就好。反正每次2选1的时候，你最后的选择永远都是洛云池父女。快，谢谢叶妈妈。谢谢妈妈。叶厂长，你回来了。这位就是你爱人吧？长得真是一表人才啊！你女儿跟你长得可真像。你胡说什么？后面才是我爱人和女儿。我怎么会这么自然地牵着云池的手？思觉一直不吭声，是不是生气了？思觉，叶厂长，我们检测到有部分数据出现偏差，需要您亲自过去看看。好，我马上就过去。思觉，你们先去办公室坐一会儿，我忙完就回来找你们。去玩吧。月月，慢点。顾思觉，听到别人说我才是誓言的丈夫，你一定很伤心吧？其实那天我在医院见到你们父女了，真可怜，明明自己有老婆，却活得像个官夫一样。哎，顾思觉，你装什么清高呀？明明我们是高中同学，又在同一天结婚，凭什么？凭什么你过得比我好？你老婆漂亮能干，而我年纪轻轻就死了老婆。顾思觉，我告诉你，就算我过不好，我也不会让你好过。你要是喜欢叶诗言，我可以把她让给你。你说什么？月月，婷婷，怎么了？这是没事吧？爸爸，姐姐把桌子上的文件撕了，我让他别的再来追我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叶阿姨，妹妹她把文件撕了，我要她别动，她还要打我。糟了，这个是新进口的机器零部件核心数据，仅此一份啊！什么？顾惜月，我不是说过办公室里的东西谁都不许动吗？我不是说过办公室里的东西谁都不许动吗？妈妈，不是我。你犯了错到现在还不肯认错，你给我过来！过来！
在外面给我好好反省，听到了没？叶诗言，你干什么呀？你连证据都没有，凭什么说是月月干的？办公室就他2个人，不是他难道是晴晴不成？更何况晴晴还是个孩子。月月不仅犯了错，还撒谎抵赖。今天我必须好好教训教训你。叶诗言，月月比他还小，也是个孩子。你为什么宁愿相信一个外人，不相信自己的亲生闺女呢？就因为她是我的亲生闺女，所以我才更要教好她。才这么大点就学会撒谎，以后还了得？顾新月，你今天就站在这里罚站，直到认错为止。你们谁都不能给她送吃的。叶诗言，你疯了吗？这么冷的天，你居然要月月罚站？月月，月月不怕啊，爸爸在这儿呢。今天有我在这儿，谁也别想动我女儿！来人，把思觉带回办公室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他出门半步。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月月，月月，放开！放开！放开！叶诗言，月月比才刚好，你不能这样对她，放我出去！爸爸，月月，不怪爸爸不好，是爸爸害了你。爸爸，我好冷，快来救我！月月别怕，爸爸马上来救你。叶诗言，月月晕倒了，快放她进来啊！放她进来！滚开！月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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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月月。月月先忍忍啊，爸爸马上就带你走。走？什么走？你要带着月月去哪儿？我要带月月回家。月月，到家了吗？来，躺着。爸爸，我好难受，头好晕。头好晕。月月，你这是脱水了。这样，你坚持一下，爸爸去给你兑点糖水，补充一下体力。你休息会儿，闭上眼睛，啊，乖。家里的白砂糖都被叶时言拿去送给洛云池了。哟，顾思觉，你来干什么呀？月月她有点脱水了，需要喝点糖水来补充体力。我家里1粒糖都没有了，所以想问你借点白砂糖。借糖？好啊，等一会儿。拿去。
觉，我就是喂狗吃，我都不会给你。王八蛋！哦，顾思觉，你干什么？云池，你没事吧？是啊，我没事儿，我就是看月月有些缺水，想给思觉哥拿一些糖，但是思觉哥好像还在怪我和晴晴，就把糖罐子直接给砸了。我不怪他，就是可惜了这些白糖了。顾思觉，你最近是怎么了？孩子做错事情就要受到惩罚，这不是我们一直的教育方式吗？你怎么能把这一切都怪到云石和晴晴身上呢？他们毕竟是无辜的。是，他们是无辜的，我是坏人，我罪无可赦，行了吧？思觉，对不起，我刚刚是不小心的，我现在马上给你还。别碰我！思觉，思觉。爸爸，阿姨怎么走了？晴晴，你想不想让叶阿姨永远都属于我们？想。叶诗言，你干什么呀？叶诗言，叶诗言，叶诗言，诗言，叶诗言，叶诗言，干什么？晴晴查出了白血病，只有月月能救，我必须赶紧带她去医院。白血病？上一世根本没有这回事，洛云池一定在撒谎。我不信，让他再去查一遍，把月月还给我，还给我！思觉，你别再闹了，这种事情怎么可能造假？晴晴还在医院等着救命呢。月月，月月，放我女儿出来！我还没同意呢，放我女儿出来！我求你们了，放她出来！思觉哥，我知道是我之前对不起你，可是晴晴她还这么小，现在只有月月能救她，我求求你了！哎，滚开！我告诉你们，我还没有同意，如果你们不放她出来，我……思觉，对不起，我也不想这样，可是晴晴真的不能再耽误了，我以后一定会好好补偿你们的。月月，思觉，你醒了。月月没事，现在在隔壁病房休息呢。哎，来，你先喝口水。思觉，月月，月月，没事了，爸爸在这儿。我看看。好了，没事了啊。思觉，晴晴那边还需要人照顾，我先滚！给我滚出去！思觉，月月上学的事情我托关系办好了，不过今年名额紧张，可能得先让晴晴去上学。行啊，月月，爸爸给你把书包缝好了。爸爸太好了。
思觉，思觉，昨天你救了溺水的那个女人，是台长女儿。刚才台长过来感谢，说台里正好缺个播音员，想让你去。我心想，你和月月毕竟有我照顾着，不缺吃穿，不如这份工作。让洛云池去吧。你知道我要说什么？反正我去了也没用，让给他吧。思觉，思觉怎么变了？以前为了月月能上学，思觉能红着眼眶跟我吵好几天架，为了工作的事，他也绝不会妥协。怎么现在突然对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了？一定是因为之前让月月救晴晴的事，思觉生气了。不过我们夫妻感情深，我多哄哄他，肯定就好了。思觉，你看我给你和月月买了什么？诗言，思觉哥。云池，你怎么来了？思觉哥。云池，你……我求你了，让诗言给我生个孩子吧。云池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我只是答应微微要照顾你跟晴晴，但我是有家室的人，你怎么能让我给你生孩子？是啊，晴晴的白血病是月月救的，医生说随时可能复发，我爸妈不放心，非逼着我再生一个孩子流脐带血。诗言，思觉哥，求求帮帮我！请问是顾思觉同志吗？您的离婚证办下来了。离婚证？思觉，你要和我离婚？请问是顾思觉同志吗？您的我是顾思觉。谢谢。思觉，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没什么。诗言，云池，有什么事站起来再说。诗言，我和微微就晴晴这一个孩子，如果她有什么闪失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。先站起来。好啊，那就生吧。思觉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你怎么能让我给别人生孩子呢？我当然知道，但他不是你好闺蜜的丈夫吗？你也承诺过会照顾他们父女一辈子，你怎么忍心看他们发生这样的事情？是呀，我保证，等孩子生下来，我和晴晴带着他立刻远走高飞，就不打扰你。上辈子也是这样，尽管在我的极力反对下，叶诗言拒绝为洛云池生孩子，可后来为了弥补洛云池，还是带着他和晴晴去了京城，把我和月月留在乡下。这辈子我连叶诗言都不要了，生个孩子又算什么？今晚就同房。思觉，我去给你们收拾房间。思觉，我们会白头到老的，我会永远爱你。诗言，诗言，叶诗言，我们已经离婚，现在不管你做什么，都已经与我无关了。1周后的火车就会开动，我会带着月月永远离开南城。哟，顾思觉，你来干什么呀？哎，
是不是看你老婆被我睡了7天，终于忍不住了？不过你也别着急，诗妍呢，已经成功的怀上了我的孩子，洗个澡就回去了。我是来跟你谈个交易的，我把叶诗妍让给你，要不？你说什么？很简单，你给我500块钱，这个家以及这个女人，以后都是你的。顾思觉，你说什么呢？你疯了吧你？行了，你别说废话了。我已经申请了强制离婚，只要你给我一笔钱，我就把叶诗妍让给你，并且带着月月走得远远的，永远都不会回来。你只需要告诉我，换还是不换？不换的话，我就找别人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换。顾思觉，这是400块钱。等等，这是90块，这是我全部的积蓄了，我可以都给你，但是你要答应我，你如果走了，就再也不要回来了。你放心，以后就算是你求我，我也不会回来的。穿上这件衣服去我家，帮我拖延一点时间。哦，哎，不过你真舍得吗？太好了，诗妍马上就是我的了。月月，我们走吧。妈妈再也不见。不是妈妈，是阿姨。走吧。月月，先去外面等爸爸好吗？吃饭。怎会让你来至像雕塑一样？叶诗妍，我们此生无复相见。思觉，我回来了，我终于完成任务，怀孕了。思觉，我好想你啊！你知不知道，这段时间和云池在床上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。如果不是为了微微，我根本不会让陆云池碰我一下。你怎么不说话，思觉？你知不知道，当我听到你忍心把我推给别人，我有多伤心？不过你放心，我给云池生孩子，只是为了完成对微微的承诺。我爱的，自始至终只有你一个人。你闻，我回来之前还特地洗了澡，把它在我身上的味道都洗掉了。思觉，我们都好久没见了，让我亲亲你吧。思觉，转过来，亲我。陆云池，怎么是你？怎么是你？诗妍，你怎么穿着思觉的衣服，还躺在我们的床上？思觉呢？诗妍，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我知道，你一定是在骗我，对不对？你对我还是有感觉的。云池，我肚子里还怀了你的孩子，今天真的有些累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叶诗妍，
顾思觉都走了，你凭什么还想着他？你只能是我的，我绝不允许你还爱着顾思觉。诗言，可是孩子也需要父亲的陪伴呀，难道你不希望我多陪伴你们吗？诗言，别拒绝我，我知道你对我还是有感觉的。不行，我们不能这样做。思觉，我要去找思觉。顾思觉，月月和思觉到底去哪儿了？这种天，要是遇到危险会怎么办？诗言，你要去哪儿呀？云池，你放手！我不，除非你留下来陪我。云池，我们说好的，只要我怀了孩子，我们就再无关系。而且这个孩子，我也会记在微微名下。作为微微的好姐妹，我也只会给孩子提供一些补助而已。而且我说过，我爱的人始终只有思觉一个人。我已经做过对不起他的事情了，不能再做第二次了。你放手！诗言，今天要是敢出这个门，你信不信我和你同归于尽？于池，你疯了！是，我是疯了。你知不知道，从我见你的第一天起，我就已经爱上你了。什么？什么？明明应该娶你的人是我，就是因为当时你还不是厂长，爸妈觉得微微的家境好，所以才让我娶了微微。现在微微不在了，难道不是老天撮合我们两个人要在一起吗？洛云池，你是我最好姐妹的丈夫，我们怎么能做这么荒唐的事呢？你快把简梦放下，放下！荒唐？我睡了你那么多次，现在你还怀了我的孩子，你现在想起来我是你好姐妹的丈夫了？叶诗言，你照顾我和晶晶那么久，难道真的没有一点别的心思吗？从未有过，照顾你和父母从来都只是为了微微。至于这个孩子，也只是因为晴晴是微微留下的唯一念想，我只想让晴晴健康长大。除了这一点，我对你没有一点别的心思。我爱的人始终只有思觉一个人。就他妈是顾思觉啊！诗言，就算你爱顾思觉又怎么样？从你答应给我怀孩子那一刻起，我们之间就回不了头了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我由不得你了。你们在做什么？妈，没想到这两人居然偷摸在一起，真是伤风败俗。你们误会了，我跟云池没什么的。爸爸，还说没什么？诗言，现在可有这么多人看着呢。要不是晴晴告诉我，说云池来了，进屋后就一直没出来，我还不知道你们在一起。太好了，刚走了个儿媳，没想到老天爷又送来了一个身份更尊贵的儿媳。叶诗言现在可是厂长，哎呀，要是她能嫁到我们骆家来，我们骆家可就飞黄腾达了。幸好我提前做了准备，让晴晴去叫人来。洛神，你真的误会了，我跟云池真的没……还是我来跟大家解释吧。自从微微离开以后，诗言就一直照顾我和晴晴，所以我们两个人就情不自禁的在一起了。现在诗言也怀了我的宝宝，在此我也想在座的各位做一个见证，我一定会担负起男人的责任，照顾好诗言。
什么？竟然都有孩子了？算计我！叶诗言，谁让你心里只有陆思觉？我只能把这段不堪的关系爆出来，只有这样，我才能成为新的厂长丈夫。诗言，你看，你既然怀上了我们的孩子，反正云池也是单身，不如就嫁给我们云池吧。是啊，都怀上孩子了，肯定得嫁给云池呀。就是，要不然这孩子不就成私生子了吗？不行，我已经结婚有孩子了，我喜欢的人是思觉，我不可能和他离婚嫁给别人。那你还跟云池在一起，现在说自己有家庭有孩子，是不是太晚了？就是，诗言，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，哪有两全其美的呀？啊，我看呀，你干脆跟思觉离婚吧。啊，他是个好男人，反正不愁娶媳妇儿嘛。不可能，我是绝对不可能和思觉离婚的，更不允许他娶别的女人。思觉爱的人只能是我，谁都不能把我们分开。奶奶，那是什么啊？离婚证。哎呀，诗言，你口口声声说不离婚，结果离婚证就下来了。什么离婚证？谁要离婚？还能有谁？当然是你跟思觉的呀。也是巧了，你这边刚怀上洛家的孩子，那头思觉就跟你离婚了。我看呀，你跟云池才是天生的一对儿。太好了，算公思觉识趣，这下誓言只能是我的了。这怎么可能？思觉那么爱我，怎么可能会舍得和我离婚呢？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怪不得思觉没在，原来两人早就离婚了。这离婚证都下来了，至少办理得1个月吧？提前1个月？好爸爸，我跟你走，月月再也不要见过妈妈了。月月，你说什么？叶厂长，你回来了。这位就是你爱人吧？长得真是一表人才啊！你女儿跟你长得可真像。你胡说什么？后面才是我爱人和女儿。我怎么会这么自然的牵着云池的手？思觉一直不吭声，是不是生气了？思觉，怪不得当时思觉甚至都没有反驳。还有后来，思觉，月月上学的事情我托关系办好了，不过今年名额紧张，可能得先让晴晴去上学。行啊。思觉，昨天你救了溺水的那个女人是台长女儿，刚才台长过来感谢，说台里正好缺个播音员，想让你去。我心想，你和月月毕竟有我照顾着，不缺吃穿，不如这份工作。让洛云池去吧。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吗？反正我去了也没用，让给他吧。对月月上学的事，对工作的事，他都不争不抢，甚至我给别的男人生孩子，他都同意了。原来他早就对我彻底失望，计划好要离开我。诗言，诗言，思觉，不要离开我，不要，思觉，小叶，老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
小叶啊，是厂里让我来的。你知不知道，最近因为你跟云池的事，厂里也被人指指点点。本来吧，以你这些年在厂里做出的成绩，调往京城总部那是板上钉钉的事。可你怎么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为这种小事犯糊涂呢？老师，您放心，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妥善处理，不会给厂里添麻烦的。可由不得你了。你们在做什么？还是我来跟大家解释吧。自从微微离开以后，石岩就一直照顾我和晴晴，所以我们2个人就情不自禁的在一起了。现在石岩也怀了我的宝宝，在此我也想在座的各位做一个见证，我一定会担负起男人的责任，照顾好石岩。微微，我曾经答应过你要照顾好陆云池，可他却颠倒黑白，竟敢算计我。这一次，我恐怕不能再履行当初的承诺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晴晴是个好孩子，我不会亏待她的。爸爸，阿姨真的会对我妈妈吗？当然会了，你阿姨怀了我的孩子，她只能做你妈妈。不过，如果她真的不愿意，晴晴就再装一次病。装病，像上次装白血病一样。原来上次晴晴得白血病是装的。你要与阿姨最在乎。上次你只是装了个病，她就不由分说让自己亲生女儿捐骨髓给你。晴晴查出了白血病，只有月月能救，我必须赶紧带她去医院。我不信，你让他再去查一遍，把月月还给我，还给我！思觉，你别再闹了，这种事情怎么可能造假？晴晴还在医院等着救命呢。月月，月月，月月，停车！月月，月月！告诉你们，我还没有同意，如果你们不放他出来，我……思觉，对不起，我也不想这样，可是晴晴真的不能再耽误了，我以后一定会好好补偿你们的。我早该发现不对的，当时晴晴装白血病的话漏洞百出，我早该想到的。思觉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有相信你。月月，是妈妈对不起你。到时候晴晴再装一个慢性，让你叶阿姨一直照顾，这样她就永远属于我们了。誓言，誓言，你听我解释。你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洛云池，我之前一直觉得你可怜，所以才格外照顾你。
我没想到你竟然这么恶毒，敢一次次的算计我，甚至还伤害我的丈夫和女儿。是呀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就是因为太爱你了，所以才这样做的。我保证，以后绝对不会再犯了。滚开！你碰我！爸爸，妈妈，我是叫我妈妈。诗言，你千万不要冲动，你还怀了我的孩子，动胎气就不好了。诗言，孩子不过是个孽种而已，我的孩子只有月月一个。我要早知道你这么恶毒，我绝对不会让你碰我一根手指头。儿子，你上来，谁能让你都别动！世言，你干什么？没看见莹池摔了吗？还不赶紧送医院呀！他这种狼心狗肺的东西，根本不配去医院。师言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有话好好说嘛。既然街坊邻居都到了，那有些事，我不如今天就说开了，也给大家交代清楚。不，诗言，求求你，不要说出去。要是大家都知道了，我和琪琪在这待不下去了就。诗言，求求你。自从微微去世以后，我一直履行对微微的承诺，一次次帮衬洛云池父女。可我没想到，他竟然让晴晴装白血病，逼着我让月月去救晴晴。啊，还有这回事呀！真看不出来，没想到云池这个心思这么恶毒。至于我肚子里的孩子，也根本不是像他说的那样，是他说害怕晴晴白血病复发，所以让我生一个孩子留脐带血，甚至后来以死相逼。我没有办法，只能和他上床。但我没想到他竟然这么贪得无厌，为了逼我嫁给他，竟然敢颠倒黑白，闹得人尽皆知。我们都被洛云池这小子给骗了，没想到这小子从头到尾都是在利用我们。哎，什么东西啊！亏我觉得他还老实。屁！你们胡说！我儿子一向心地善良，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儿呢？是不是胡说？去医院检查一下晴晴是否得白血病，一切就都清楚了。不能做检查。师爷，反正事情已经这样了，现在说什么也晚了啊！再说你还怀着我们洛家的孩子，你总得为肚子里的孩子着想吧？不如你们把从前的事儿忘了啊，重新开始，怎么样？我保证啊，只要你嫁到洛家，我肯定像对待亲女儿一样的对待你。你到现在还在做梦呢？我是绝对不可能嫁给洛云池的，这个孩子我也不会留。洛云池，你我的情分就到这里。之前我在你和晴晴身上付出的一切，我会全部收回。你以后是死是活，跟我没有半点关系。不，诗言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我眼看着就要摆脱官夫的困境，日子越过越好了，我不能回到以前呀。诗言，我是真的爱你，我知道我错了，哪怕你对我没有一丝的感情，你看在微微的份上，不要这么狠心好不好？微微，你还好意思拿微微求情？要是微微知道她爱了10多年的男人竟然是一个心思歹毒、贪得无厌、耐不住寂寞去勾引自己好姐妹的人，瞎了眼才会看上你。诗言，你非要这么狠心吗？我们好歹做过7天的床上夫妻，你就这样对我吗？你忍心看我一贫如洗吗？如果不是微微的原因，你现在已经被我送出去。原来从一开始你对我的照顾，就是因为对微微的承诺，觉得我可怜才这么做的，对吧？我从始至终就没有得到过你，都是我在自以为是。为什么？
为什么我一直比不过的顾思觉，哪怕他主动退出，我还是得不到我想要的？诗言，这些天，你真的没有过对我一点点的喜欢吗？我爱的人只有思觉一个。让开！诗言。走吧。爸爸，我不想走，我想留在这儿，让叶阿姨继续照顾我们。走吧，静静，这里已经没有人待见我了，我们只能先回乡下。你的处分下来了，虽然你把孩子打掉了，但你跟洛云池的事儿闹得太大，况且之前你还让人把思觉关在这里，往大了说就是滥用职权。上面决定收回你所有的职位和权利。老师，其他事情我都忍，但我把思觉关在这里，是为了不让他插手教育孩子，我没有滥用职权。教育孩子？你指的是机密数据被撕毁那件事儿？对，月月犯了这么大的错，我作为孩子的妈妈，难道不该教育他吗？月月那孩子我也见过几次，他那么听话，怎么可能会做出那种事儿？你查都不查，就胡乱给孩子定罪，哪有你这样当母亲的？可，就算月月平时听话，可她当时跟晴晴在一起，也有可能争强好胜，把文件撕坏了。你还真是执迷不悟。看看这个，工作人员已经修复了那份文件，并且利用最新引进的指纹提取技术，成功提取到几枚指纹，经过对比，跟洛晴的指纹一模一样。什么？原来文件是被晴晴撕坏的。我不仅误会了月月，我还让她在冷风中罚站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叶阿姨，妹妹她把文件撕了，我要她别动，她还要打我。顾希月，我不是说过办公室里的东西谁都不许动吗？办公室就他两个人，不是他难道是晴晴不成？更何况晴晴还是个孩子，月月不仅犯了错，还撒谎抵赖。今天我必须好好教训教训你。夕颜，月月比他还小，也是个孩子，你为什么宁愿相信一个外人，不相信自己的亲生闺女呢？就因为她是我的亲生闺女，所以我才更要教好她。才这么大点就学会撒谎，以后还了得？顾希月，你今天就站在这里罚站，直到认错为止。你们谁都不能给她送吃的。我都干了些什么？你呀你，自己老公和月月说的话，你一句不信；洛云池父女随口撒的谎，你就深信不疑。你让我说你什么好？我错了，都是我的错。月月，妈妈真的错了。现在知道难过了，人在你面前的时候不知道珍惜，现在思觉和月月都走了，你却装出这副模样，给谁看呢？思觉就是让你逼走的，你这种拎不清的糊涂鬼，他能忍你到现在有多不容易？老师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老师，您人脉广，您知不知道思觉带着月月去了哪里？不知道，也没有人知道。思觉铁了心要走，他怎么可能让别人知道他去了哪里？
不，一定会找到的。就算找遍全国，我一定要把思觉和月月找回来。那这个给你。哎呦，谢谢啊。这有什么好谢的？对了，思觉，你把我的铺子租下来，又采购了这么多布料，是打算做什么呀？啊，我打算做一个私人定制。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。现在上面派了文件，允许羊城先开放，让个体户自己开店创业。而且现在羊城很多的海港都开通了国外的贸易，新款的裙子渐渐都开始流行起来了。你要是有这方面的手艺的话，那倒是可以运用起来。对，我就是听到了这个风声，所以才带月月来羊城的。没想到你还有这方面的手艺啊！以前我跟一位老裁缝学过一些。是你以前生活的地方吗？我就是好奇问一下，因为你一个人带着孩子跑这么老远来讨生活，老家那边家里应该挺担心你的。我在老家已经没有亲人了。那孩子妈妈呢？我已经离婚了。以前的事情我不想再提了，我现在只想把月月照顾好，把她好好的抚养长大。这些天多谢你帮我，不仅把店铺这么便宜的租给我，还帮我照顾月月。客气什么呀，我挺喜欢月月的。再说了，你一个大男人照顾孩子也挺辛苦的，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，要是有什么困难的话，随时都可以来找我。眼下我还真有件事想请你帮忙。梁小姐，请问你明天有空吗？有啊，怎么了？我觉得你眼界宽，所以想请你明天陪我去一趟港口贸易市场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新款式。我想进一些货过来卖。可以啊，那明天见。好，那明天见。明天见。这羊城与国际接轨了，就是不一样哈。贸易市场的衣服款式，看都是眼花缭乱的。梁小姐，今天呢辛苦你了。这有什么辛苦的？我可是练过的。哦，行，练过的。梁小姐，那你先休息一下，来，梁小姐，坐。一会儿啊，我先去接月月放学，等到回来之后呢，我请你下馆子。下馆子？来喝水。梁小姐，这段时间呢，你没少帮我的忙。月月能上学，也是你托人找的关系，所以不管怎么着，我也得请你吃顿饭，表示感谢嘛。行，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好。还有啊，思觉，你以后叫我星月就好了。星月。我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儿，不如我陪你一起去接月月吧。世言，那个月月好几天都没见到你了，你这几天也放假，不如跟我一起去接月月放学好吗？下次吧，我答应了云池，今天要陪晴晴去游乐园。你也知道，晴晴1岁就没了妈妈，她更需要我。是。问什么呢？没什么，那我们走。
爸，我想上厕所。我带月月去吧。好，那麻烦你了啊。你说这都什么时候了，居然还有人登报寻找丈夫跟女儿，说什么找到以后有重金感谢。该说不说，这登报的人还蛮有钱，这找人的报纸都从南城传到我们这边来了。寻夫启事？难道是叶诗言？怎么可能呢？说不定他现在已经跟骆云池结婚了，又怎么可能来找我和月月啊？思觉，思觉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事儿，想到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。走吧，我们去吃饭。今天今天新月是最大的主角，全城的饭馆随你挑。这么大方，那我可要狠狠宰你一笔了。月月，怕不怕梁阿姨把你爸爸吃穷了？梁阿姨才不会呢，梁阿姨这么漂亮，身材这么好，吃不了多少的。你个小机灵鬼，真会说话。那我们走吧。好耶！好。思觉，思觉，思觉，真的是你！我找了你整整3个月，终于又看到你和月月了。思觉，你是谁啊？你要干什么？什么情况？思觉一向不喜欢与陌生女人接触，这个人竟然主动挡在他前面，也不会被思觉反感。一定是我想多了。思觉说过，永远都只会爱我一个人。我是思觉的老婆，你又是谁？老婆？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思觉已经离婚了。他哪来的老婆？这位同志，我的确已经离婚了。如果你再进行对我造谣，我会举报你的。思觉，你在说什么？我是你的妻子呀！妻子？我哪来的妻子啊？我的妻子早就死了，死在她开始偏向别的男人，死在她上一世丢下我和女儿的时候。思觉，你可是我第一眼就喜欢上的人，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你怎么会不认我呢？月月，我是妈妈呀，你不记得妈妈了吗？来，快让妈妈抱抱。不要，我才没有偏心别人家小孩的妈妈。妈妈抱。月月真乖。月月，你刚刚喊她什么？妈妈呀，怎么了，阿姨？月月，你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是我亲手养大的孩子，你怎么能管别人喊妈妈呢？阿姨也有别的孩子呀，晴晴才是你的孩子。谢谢你。叶阿姨你真好，如果你是我妈妈就好了。晴晴，别乱叫，叶阿姨是有家庭的人，怎么能当你妈妈呢？哎呀，这有什么？晴晴，以后没人的时候就叫我妈妈吧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妈妈。原来听着自己孩子喊别人妈妈，心会这么疼。那当初我让别的孩子喊我妈妈的时候，月月是不是也这么心痛？月月，我们还有事，请你马上离开。你怎么了？思觉，月月，爸爸，怎么了，月月？我今天不是故意喊梁阿姨妈妈的，只是当时晴晴喊她妈妈的时候，她答应了，对吗？月月还小，需要一个母亲的角色来参与她的生活。只是我在阳城还没有站稳脚跟，给她找妈妈的事情
也一直在往后退，而梁新月确实对月月很好。或许没关系的，月月，说不定哪天梁阿姨就真的成了你的妈妈呢。真的吗？真的，乖，快睡觉吧啊。新月，今天谢谢你帮我跟月月解围啊，只是月月叫你妈妈的事情，只不过是小孩子的口不择言罢了，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啊。我没关系的。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月月想喊我什么都可以。哎。其实就是月月妈妈对她的伤害实在是太大了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宁愿月月没有这个妈妈。你能跟我讲一些你们的过往吗？主要是我能看得出来，你和月月都不想被他多纠缠。我要是多知道一些事情的话，也许还能帮你们想点办法赶他走呢。你要是不方便说的话就算了。其实也没关系的，既然你想听，那我就给你讲讲。我跟月月妈妈呢，其实算是一见钟情。那个时候，她一次次偏袒那对父女，一次次打着爱的名义，做的全部都是伤害我和我女儿的事情。所以我就跟她提出了离婚，带着女儿来到了阳城。有时候我就在想，到底是不是我自己做错了呀？如果在她第一次偏袒那对父女的时候，我就跟她离婚，那月月是不是就不会被伤得那么深了？上辈子月月也就不会病死在那个寒冷的冬天了。思觉，不怪你的，都是他的错，你千万不要因为他而自责。而且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你会拥有一个新的人生，也会遇见那个对的人。那个星月，夜很深了，要不然你回去休息吧。这儿还有间空房，我今天就在这睡了。毕竟他已经误会我们的关系了，我想着不如将错就错，这样也能帮你们摆脱他的纠缠。